剧院首席无故失踪，领导闯进家里来找线索。你老婆去哪儿？你不知道？你老婆失踪失联了这么多天了，你不知道她在哪儿？你不担心她呀？回来吵架了，然后他就走了。眼看48小时都过去了，领导掏出手机就要报警，男人被逼无奈，这才说出了事情的真相。原来俩人结婚多年，一个32，一个31，还都是首席舞者，家里早就开始催生了，事业与家庭难以抉择。媳妇一气之下离家出走，他也很迷茫。你俩都不跳了，干别的去了，就剩我俩每天跟着团里半大的孩子又下腰又搬腿。小叶说了，如果10年前他随便一踢后腿都能看到自己小腿肚子，现在怎么练也不行。这首席舞者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是非得把自己跳废了才能有自己的生活吗？在场两人都沉默了。要知道15年前，小燕好不容易从群演熬到了主演，可北京空降的一位大牛直接将她打成了替补，白天练群舞，晚上练主角。无论她怎么拼尽全力，还是跟不上人家的步伐。真的小燕破防了，编导要求她一晚上练会主演刚才的所有动作，她努力到失业也没有一点成效，室友实在看不下去了。没有她的爆发力，但是你柔韧性更好啊，跳不出她的节奏，但是你更顺滑。美又不是只有一种，好的标准也不只有一个。我觉得你做不了那什么串翻脚腿蹦子，点翻也能美到极致，是吧？你帮我试试。现在啊？现在。两人回到编舞室，紧急加电，整整1个通宵的努力，让编导重新认识了小燕。她不再是刻意模仿主演的影子，反而让整支舞有了自己的灵魂。等外请大神功成身退之时，小燕终于从替补晋升为主舞。15年来，她一路跳到剧院，熟悉又怎想轻易放弃？小燕儿姐，你回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没请假，擅自走了几天。没事儿，回来了就好。我想好了，给我半年时间，跳完水月洛神这一轮的巡演。好。小燕姐，你半年之后要干嘛呀？可这没眼力见的老六，替补还有一摊子事呢。这替补的架势比领导还大。咱们男士要不先麻烦转过去，总不能看着我换吧，对不对？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林贝贝没皮没脸惯了，迟到一次罚款500，她一口气给领导转了2000，多的全当预付款先存着。反正有一个富二代男友，平时划水摸鱼，迟到早退，她早就习惯了。之所以还留在剧院，全靠那一身天赋顶着。剧团领导惜才想把她当首席培养，可人家背靠大树，压根不愿意下这苦功夫。那我直说了啊，你一个首席接班人怎么了？就是一个2线院团的鸡头，1个月的工资撑破了天儿也就6、7千吧，要365天，每天都不停歇的跳啊跳啊跳啊跳，是跳出名来了呢，还是跳出力来了呢？那我就是不想当第2个小燕姐嘛，不想过那种特别委屈自己的生活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领导还有啥好说的？毕竟人各有志，不好强求。林贝贝的富二代男友早就给她把路铺好了，辞职结婚做富太太，不仅自己不愁吃穿，连爹妈都能跟着一起享福。她来到那个熟悉的小摊，看着忙碌的爹妈，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旧时光。真咱家姑娘吧？啊，我家姑娘，以后肯定是个大舞蹈家。贝贝把男友的规划告诉了父母，毕竟能让爹妈过上好日子，是她当一辈子舞者都不一定能办到的事。那啥是好日子呀？那爹妈现在过来，那就是好日子啊，对吧？啊，等到年底呀，你那个水月洛神的那个票，你多给妈弄几张，让妈带着你这几个姨都去看看，让我也在他们面前呢好好显摆显摆俺那好闺女，是不是？让你妈好好显摆显摆啊！也给我多弄几张票啊！我也有几个老朋友，让我也显摆显摆。哎呦，显摆了，显摆了！我跟你说，这才是爹妈要了好日子，知道吧，闺女？林贝贝似有所悟，正巧赶上了男友组剧嗨皮，有个不长眼的小弟，请他上台给大伙搂一手。贝贝推辞不过，男友反倒在一旁帮腔。咱来一小段，哎，就跳你们水月洛神特别经典那段。总之，一群舞女给曹皮曹这哥俩舞会上跳舞，跟这种氛围特别好。好吧，这不变相说贝贝就是那取悦人的舞女呗？怎么的剧团演出就得当场跳一个？葬场上班是不是还得现场烧一个？林妹妹起身就走，一点都没给男友面子。先前的那些虚荣心，也在这一晚烂得稀碎。她回到剧院，开始勤勤恳恳的练舞。等男友再来找她时，一听她改变了想法，还要趁年轻多跳几年。
反正是要等你把你的青春跳过去，像你们小燕姐那样30大几了，跳不动了，也没什么奔头了，我再娶你，给你兜底。贝贝，我图啥呀？贝贝啥都明白了，可比起那所谓的好日子，他还想继续跳舞。这不荷花奖的比赛就要开始选人了。我真的。王宝元，你的体重超标了。哎呀，那演宋朝、明朝我们之前没机会，唐朝我肯定行啊。行啥你行？我要那种瘦的岳无勇。宝元为了争取机会上舞台，使尽了浑身解数，好不容易说服了领导，马上开始了自己的减肥计划。别人吃着，他闻着，再抱上一桶水，就着味不停地咽口水。宝元，你这样减肥，别在这儿受罪啊！回去躲躲。不行，是对我意志的磨练。行。宝元蹲，只顾着喝水。平日里跟他关系最好的食堂大哥，马上就端来了一碗卤面。不行，王哥，我不吃了，我减肥呢。你减啥肥了？你这几天不减，你都瘦成啥了？不是生酮接碳水，都是放着好好肉不吃，是吧？我做了不好吃啊！你吃，给我看着你吃。眼瞅着这顿逃不掉了，宝元大喝一声，撂下水壶，拔腿就跑。王哥也不甘示弱，端起里面就追。俩人一怒窜出了食堂，他追他逃，宝元插翅难飞。你别追我！吃饭了！不吃，我吃。你别跑我！即便宝如此努力，院长审核节目时还是觉得他水平不够，拖了整个团队的后腿。比赛再急，没办法，只能先把人换下去。我太胖了，还是我跳的不好啊？能不能给我判个死缓，再观察观察，直接就死刑了？算了，我也知道，要不是您，我根本就选不上。包元难受坏了，可还是整理好戏服，双手递了回去。宝元希望破灭，伤心欲绝。他来剧团前就跟奶奶保证过，一定让他在电视里看见自己。可这么些年过去了，奶奶吃饭也看，干活也看，哪怕视力下降了，也没能看到孙女的身影。宝元觉得自己笨，觉得跳舞这行的他只有热爱，没有天分，再怎么努力也出不了头。他开始暴饮暴食，可即便如此，还要被人嘲讽。好在陈冉看着那些乐勇灵光一现，有了新的想法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人不用减肥了。宝元，来，那个，我之前减下去的8斤全弹回来了，还多了2斤，再多2斤也没关系。真的？我们不排唐咏复活。对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跳另外一个舞。女人被博物馆的乐勇吸引，仿佛自己能与之对话，可还没开始挠呢。你咋还在这呀？你吓死我了！你累死我了！回回清场，就你赖着不走。你想弄啥呀？想给我发加班费呀？不好意思啊，又耽误您下班了。该弄啥弄啥去啊！走，你可别再外来了啊！好，走。陈冉作为剧团编导，想为荷花奖的古典舞找点素材。他对着这些素材苦思冥想，宛如跟乐友们一起穿越回了大唐。小冉决心将这些乐勇的美重现在现代人面前，他叫来主舞一起，说啥也要把动作还原出来。夜深人静，堂友们在博物馆复活，重新回到宫殿给皇帝表演。瞅瞅多好的素材，节目算是定下来了。众人连编带拍，顺利入围了荷花奖决赛。小冉还专程跑到北京，寻求舞协专家的改变意见。可题材创意虽好，郑州歌舞剧院舞者们的技巧表现力，还有舞台感染力，还是比不上北京、上海的演员。为了寻找不一样的美，小冉又一次回到那个时代，从舞女们满怀期待入宫献艺开始，她要重现那些灵魂的人生。但舞蹈编排推翻重来，也就意味着舞美、服装、道具都要重新购置。团长一听，又要8万块钱，都快哭出来了。正巧文化局局长前来调研，3人一合计，那就演绎出呗。思远，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呀？怎么不让人说话呢？我跟你说，
真的，光表现美是不够的，还要表现人，表现命运，表现喜怒哀乐，不能让观众看舞蹈只是美啊，要看到人的表达。我非常确定要把《唐俑复活》改版成《唐宫夜宴》，我相信这个舞蹈能活化历史，活化传统文化，通过个性表达和崇尚自由，打通古人和我们的时间壁垒，要让这个舞蹈从眼睛被愉悦变成内心被感动。剧院鼓励也大力支持创新，可是今年这个情况不是特殊吗？你看啊，咱们不要说演出收入，就连拍电视网络节目、拍小广告的外快都没有，1分钱不进，还要到处支出。水月洛神巡演要更换灯光、更换设备、换道具，对吧？精忠报国呢，要外请专家完善改进啊！你还要创排荷花奖。只有咬咬牙到年底，水月洛神巡演才有收入。俩人一唱一和，演起了双簧，听得局长在外面浑身不自在。哎呦，严局，严局，敢这么不计付出的创新，我不信排不出好节目。严局，您看，您来了，打个招呼，我好去接您啊！您来就是想看看郑哥的情况，结果没进门就撞上了难处。孙渊，你郑哥怎么那么多难处啊？难，真的很难。哎，严局，请坐。是啊，今年不容易，国家不容易，但是咱文旅局，咱郑哥，无论什么时候、什么条件，打造文艺精品，传播中原文化，重塑河南形象，都是第一重要的事。啊，对了，陈导，改版超支的钱绝对出了，不让你自己掏腰包。真的，谢谢严局，这领导扶持来得太及时，太感动了。好了，客套的话不用说了。对了，孙源，新改版的《唐宫夜宴》有模样了吗？我想先去看看。有了，欢迎领导批评指正。演员们都在排练场呢，我们现在陪您看看。走，严局请。资金一到位，小冉便开始重新编排，从演员的表情动作到3段式的音乐，为了还原唐俑样貌，还设计演员口含棉球，将脸颊填充起来。决赛舞台上，小姐姐们举手投足，一颦一笑，逗得观众们哈哈直乐。可专业的评委会认可他们的表演吗？谁能想到，如此出圈的唐宫夜宴，在参加荷花奖时连个名次都没拿到。好在比赛视频在网上引起热议，被网络春晚邀请出节目。可为了流量，平台要求稍微调整一下舞台，并在里面加一个流量明星，承接主要的包袱和笑点。这下小冉不干了。明星是点心，上咱们这儿找一个装点心的漂亮盘子。观众看舞蹈就为了看明星怎么跳啊？那舞蹈是什么？见小冉态度强硬，领导也没再说，反正是人家编排的节目，自己做决定就行。好在河南春晚的团队也在挑选节目，除了缩短时长外，无需做任何改动。双方一拍即合，在原先的舞蹈基础上，增加了舞美灯光的配合，使舞台效果直接翻倍。即兴播出，立刻轰动了全网。宝源奶奶看到孙女登上了春晚，甭提有多激动了，直接带着全村放炮庆祝。贝贝被一群孩子围着，也有点不知所措。火了也有火了的烦恼。众人大年初一勉强休息了一天，又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元宵晚会。10多天走遍郑州、开封、洛阳等地，一天长达20小时的拍摄。小燕怀着孕也在咬牙坚持。众人日复一日的排着，鞋底磨烂了不说，吐出来的棉球都带着血。只有在排练间隙，才能找个地方眯上一会。团长心疼坏了，可音乐一响，大家依旧在苦中作乐。我就替我们的姑娘们，谢谢陈宇，谢谢河南电视台，谢谢你们让我们的小姐姐们在电视里面大放光彩，圆了一个我们不敢做的梦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宝源的奶奶终于在电视上看见你了，是吧？你们家最近也省了不少电费，是不是？对呀。然后就谢谢小燕、贝贝。谢谢宝源，谢谢豆豆、南哥，谢谢你们所有人。我知道，别人不知道啊。你们每个人背后都有特别多的困难，但是呢，你们克服了这些困难，跟我一起排出了唐宫夜宴。熬完了这15天，小冉重新走进博物馆，又碰见了熟悉的保安大哥，看着孩子们在一旁手舞足蹈，似乎一切努力都值了。故事结束，
以后还会更新类似故事，喜欢的一定要订阅，这样才能帮助小新坚持更新。下期再见。